故事有点荒诞，最初的相遇并不美满，落魄的情节你刚好出现，或许生命中注定遇见。突然靠近，心动的感觉，每个谎言都变得好甜，爱有点狼狈，我却更喜欢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。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，心已开始蔓延，你是否发觉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？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，心已开始蔓延，你是否发觉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？永远，永远，永远。等将来他功成名就，和那个女助理成双入对，到那个时候，方圆，你想有你的位置吗？爸，这是你现在最想要的东西。韦总，韦总，韦总，董事会已经决定会采纳梁山的设计。看来我们让你失望了。你的确让我很失望，我没想到你居然明目张胆地抄袭梁山的设计。我们公司将保留就此事追究你们方圆设计公司责任的权利。贺玉良，方志友，你干什么？嘿，方志友有话要说，你给我好好待着。怎么，想动手啊？来吧，反正你不把我当老师吗？你在背后到底又搞什么鬼？是你。是我把你的设计图给了我爸，也是我去跟韦总说，是你让我去偷我爸的设计，所以现在丰德的人坚信是你抄袭了我爸的设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
你应该很懂吧？爱一个人，就应该让他幸福。你这不是爱，只是卑微的占有欲罢了。那说明你爱的还不够深。方知有，他是我第一个，也是我唯一爱上过的男人。我为了他离开梁山，跟着他摸爬滚打，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。徐艺人，你做过什么呀？你除了一次次的欺骗他、伤害他，你到底还做过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？原来的你真的很好，就算我在你面前夸口说我可以守护他，可是我心里还是害怕的，因为你那么优秀，我如果是个男人，我都会爱上你。可是我现在不怕了，就算你为他付出再多，就算你们已经认识了7年，可你还是不了解他。不然你怎么会把他的心血拱手送给别人呢？徐艺人，你搞清楚了，知无书院是我争取回来的，要我眼睁睁看着他变成你们的新婚礼物，我做不到。我宁愿看他毁了，我也不会成全你。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死死抓着他不放，到底是因为爱他，还是你所谓的不能说给我？我用不着你来教训我，这一切都已经成定局了。你们输了。对我来说，输赢不重要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和合作伙伴。玉文，你别陌生了。不愧是国内数1数2的设计学院，可居然培养出了贺余良这样的人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自我进华清以来，他就是我的导师。他很欣赏我，我也很崇拜他。临近毕业，就有很多公司来找我，但我还是决定加入梁山。那段时间，他甚至手把手的教我。贺宇文有时候会开玩笑说他很嫉妒我。说他父亲对我比对他还好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就想一辈子跟着他，因为他不仅是我的老师，更是我人生的一座灯塔。但没想到，就是那样一个人，竟然欺骗了我。你是说天一美术馆是吗？那个设计，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不分昼夜才设计出来。当时给他看了之后，他夸我很有天分，说不像是一个年轻人就能设计出来的作品。我当时真的开心的不行。原本我想着拿着那个设计去得奖，但没想到，等来的却是他拿着我的作品去得了设计大师奖。
怪不得你从来没去过，却对那的构造了如指掌。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跟他闹翻了。我离开了梁山，成立了方圆。贺宇文接受不了他父亲做的事情，跟我一起离开了。贺宇文因为喜欢你，跟贺宇良闹翻了。这次也是因为喜欢你，从而背叛了你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他是你的老师，又欣赏你的学识和才华，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？一个设计师最害怕的就是江郎才尽的那一天。他年轻的时候的确很厉害，设计了太多精美绝伦的作品，但是当他成为老师之后，就很少有那样的作品再出现了。因为他一直在教书育人，所以大家都没有在意，仍然把他当作设计界的泰斗。以贺于良这样的性格，肯定不甘于被时代抛弃，自己没有灵感了，就抢别人的。那这次呢？你怎么想？还就这么算了？喂，出来见个面吧。我记得以前你很喜欢喝我泡的茶，尝尝。以前不是喜欢喝您泡的茶，而是喜欢你在泡茶的时候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。可是你一点都没学会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你的那些道理，并不适合我。人生的路很长，你才走了多久？现在下结论还太早。5年前，你拿走天一美术馆，5年后，故技重施，你不觉得羞愧吗？比起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江郎才尽，我宁可选择你刚才送我那2个字：羞愧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想劝你一句：知无书院的项目已经成了定局，你无论如何都输了，还不如输得体面一点。如果你向丰德承认是你抄袭了我的设计，我就会想办法让丰德不再追究方圆的违约责任，而且我会严格保密，绝对不会传出去。你都有贺宇文帮你作证了，怎么，非要逼我亲口承认吗？你不承认，丰德在程序上还会继续调查。虽然结果还是这个结果，但是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。我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你替我节省时间，我替你挽回声誉。这不管怎么说，你都很划算。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说谎，更别说让我承认自己抄袭。你不说谎，那是因为谎话的分量不够大。你一句话，既挽回了自己的声誉，又维护了方圆的利益。孰重孰轻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。我等着你的答复。什么？他竟然让你承认去抄袭？你让他做梦去吧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真承认抄袭了，你就不再是我偶像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当然不能承认。不承认，那就等着方圆关门吧。这么严重吗？不就是知无书院没了吗？没了知无书院，最多就是我们的努力白费了。但一旦抄袭这种事在业内传开了，方知有名誉扫地不说，方圆没有办法再立足，倒闭是迟早的事儿。这贺于良是想往死里搞你啊！艺人，你曾经问过我，
明明用谎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，我为什么就是不敢？我明白。现在是我不明白了。我讨厌谎言，但这个谎可以拯救公司。我可以名誉扫地，但公司这么多人，我可以替他们做决定吗？还有你顾博，你也是公司的股东，我应该对你负责。对，我是方圆设计的股东，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绝对不能顺了贺余良的意，我要跟他死磕到底。我也是方圆设计的一员，我现在就可以表态，我绝对不需要用谎言换来的工作，没抄袭就是没抄袭。我不是方圆的人，但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在。好，那就拼这一次。我不但不会承认，还会告诉所有人，抄袭的就是他。别喝了，再喝下去你就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跟废了有什么区别？那天说的事情是真的吗？看来你还是不信，不信你一直崇拜的老师，其实就是个小偷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5年前，他就偷了方志友天一美术馆的设计。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不然我跟方志友为什么要走？而且我跟你说过了，很多事情你不能只看他的表面。你的老师，我的亲生父亲，他就是一个小偷。那你为什么要帮他？你可以用其他方式报复方之友，但你这样做的话，万一被拆穿了，你以后的前途就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在乎，我只要能毁了方之友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你要是真不在乎，就不会这么难过了。宇文，你跟你爸不一样，你不是那种可以心安理得做坏事的人。你听我一句劝，去找韦总，把真相告诉他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把真相说出来，你的老师就完了，梁山也完了，你也完了。可你们这样对方之友很不公平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很讨厌他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我吗？我讨厌他是因为我误会了他，背叛老师。我是喜欢你，我也嫉妒方之友，但这是两回事。你知道一个设计包含了设计师多少心血？你偷他的设计，就好像偷他的孩子一样。你带我走吧，我不想待在这儿了，我不想看见这些人。你要是带我走的话，我嫁给你。难道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证明贺玉良是抄袭的吗？按说，他用1晚上的时间画出设计图已经不错了，所以他应该绝对没有时间去做建筑模型，对吧？标书里有没有说非要做模型？不做也正常。他把船帆造型给去掉了。不是，偶像，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。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去的。喂，小白，我需要建模的材料送到方圆，越快越好。你们要干嘛呀？
哎，不是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呀？终于完成了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各位，我刚收到消息，明天丰德就要和梁山签约了，还要开发布会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看来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到来。知吾书院这个项目呢，是我们省第一个文旅项目，也是未来3年内我们丰德建筑最重要的项目。能找到梁山设计这样的合作伙伴，还有贺教授这么德高望重的设计师亲自掌舵，我们由衷的感到高兴。谢谢韦总。能够参加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项目，我本人以及梁山设计的全体员工都深感荣幸。我们一定尽全力，把知吾书院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的地标性建筑。好，谢谢两位。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。韦总，如果你不想后悔的话，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再等一等。方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既然知吾书院这么重要，韦总，你应该更谨慎一点。如果梁山的设计涉嫌抄袭的话，那将会是知吾书院最大的污点。方志友，念及你是我的学生，有些事儿我不愿跟你计较。你还倒打一耙，你为了知吾书院的项目偷了我的设计，你还敢来找我？谎话可以乱说，但真相只有一个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大家，谁才是那个说谎的人。方总，据我了解，您曾经是贺教授最得意的门生，可是5年前突然离开梁山，对外也不肯再叫贺教授一声老师。请问你和贺教授之间究竟有什么矛盾？这和今天的事情没有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。其实业内人都知道，贺教授无论走到哪里，对你都是称赞有加。反倒是方总，一提到贺教授就黑脸，这不应该是对待带你入行的老师的态度吧？你真想好了？你后悔了？你的意思，大家都明白。你无非就是想说，我们方总因为和贺教授的私人恩怨，抄袭了设计，还跑到这儿来捣乱，对吧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至于别人怎么想，那是他们的自由。事实，人们总以为自己说的是事实，但其实说的都是别人想听到的事实而已。可是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从不关心别人想听什么，不想听什么，他关心的只有事情的真相。所以韦总，您是想听别人口中的事实，还是想亲自挖掘事情的真相？
我就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但机会只有一次，一次就够了。大家请看，这个是方圆公司的设计图，这个是根据方圆设计图制作出来的模型，那个是梁山设计的，交给丰德建筑的设计图，很像对吧？我想，就算不是专业人士，也可以看出来，这一定是其中一个抄了另一个。那请大家看一下。这两个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对，那两边有船帆。没错，就是这两个船帆造型。韦总，我想您一看就会觉得这两个船帆造型很多余，是吧？那就让方总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加这两个多余的船帆造型。韦总，知乌书院这块地，你比我更了解了。其中有一块是沙地，土质疏松，不适合搭建。但就是这一块地，它的自然风景得天独厚。我反复斟酌之后，还是决定把主体建筑搭建在那里。而这个船帆，就是用来解决搭建的安全性问题。贺余良先生不清楚这个船帆造型的真正意义。韦总，你也觉得这两个船帆造型很多余，所以拿掉了是吧？贺教授，我想根据您的设计图盖出来的知无书院，怕是没几年就要倒了吧？这能证明什么？只能证明我的设计有瑕疵。你根本就证明不了我抄袭。我能证明。文文，你当着大家的面，给我证明一下，到底谁偷了我的设计？爸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我是贺余良的女儿，贺玉文，也是方圆设计公司的行政总助。在这次知无书院的招标过程中，我利用方知有对我的信任，偷走了他的设计图，拿给贺玉良。之后还在韦总面前说方知有抄袭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。文文，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你那么向着他，我是你爸。就因为你是我爸，我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。还有，5年前，贺余良凭借天一美术馆的设计，获得了设计大师奖。贺宇文，那个设计就是。那个设计就是他抄袭方知有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和方知有要毅然决然地离开梁山的原因。 5年前就是抄袭。原来是这样。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一会儿就给你们证据。贺教授，你女儿说的是真的吗？贺教授，您说一下，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抄袭呢？贺教授，老师，贺教授，你怎么了？老师，怎么了？老师，还好吗？可以别问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别问了吗？喂，你好，120吗？对，有人晕倒了。 还是要走啊？你还敢留我呀？
许一人是怎么忍受得了你的？看来我还是不能跟他比啊。我向之前跟你说的话道歉。但我不会为之前我做过的事情道歉，因为那是你欠我的。不过现在都两清了。那看来不用跟你说谢谢了。那你爸他？中风，估计会在病床上躺很长一段时间了。都是他自作自受，只是可怜了我妈。那你还有什么打算吗？我妈想让我接手梁山，虽然是个烂摊子，但这毕竟是我爸这一辈子的心血。但是我还没想好，而且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要走，去哪？我答应了启明，要去找他。我不想对他失约。其实你和陈启明，我还是不太喜欢他。但也许不会妨碍我们成为最佳的旅行拍档。我们打算好了，先去看看莫高窟，再去看看巴黎圣母院，或者去看看极光。反正地方那么多，慢慢选。其实他挺不错的。哎，你打住！怎么比我妈还烦？不过谁知道呢？说不定走着走着我就喜欢他了，也有可能走着走着他就不喜欢我了呢。总之，我不想勉强，他也是。玉文，一路顺风。再见。再见。快吸，用力用力，徐艺人，你可以的！1、2、3，吸气！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1、2、3，吸！1、2，吸！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！1、2，吸！哇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穿上了。我可算是明白了，我长大以后要是结婚的话，必须得先减肥。嫌我胖是吧？徐艺人，你说你结个婚，回头再把我给累坏了，我们家顾伯啊，肯定跟你没完。我现在突然有点晕，喘不上气。忍着。对，忍着。谁让你自己非要挑这件婚纱的呀？本来就没有你的码，现在只能挑小姨码了。忍忍吧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今天最重要的就是美美的。这是我们去挑婚纱的时候，方志友最喜欢的一套。你结婚还是他结婚呀？你的婚纱当然要挑你自己喜欢的。不是，艺人姐姐结婚不就是我哥结婚吗？就是啊，就你聪明。他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，所以才说昏了头的人才结婚。你看看你艺人姐姐，现在简直就是个炫富狂魔。我看也是。嫉妒啊。
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结婚，不需要委屈自己去取悦别人。那这个婚纱是？特意为你设计的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你怎么现在才拿出来？因为是 surprise 呀。要是早告诉你的话，那可就没有热闹看了。对，我过一下。想看热闹是不是？待会儿还有更热闹的，想看吗？哎，徐艺人，我有种预感，就凭你的智商，婚后要自求多福哦。今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生气的。好嘞。你刚刚可说错了。从今天起，你的每一天都是最快乐的日子。还有，你今天特别美。我们的故事有点荒诞，最初的相遇并不美满，落魄的情节你刚好出现，或许是命中注定遇见，突然靠近心动的感觉，每个谎言都变得好甜，爱有点狼狈，我却更喜欢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。别走。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，心已开始蔓延，你是否发觉我的世界有你更耀眼？哦，如果喜欢已经成为了种习惯，陪伴是我最深情不变的誓言，生命多了曙光，温暖了流年，爱的期限一定会永远，永突然靠近心动的感觉，每个谎言都变得好甜，爱有点狼狈，我却更喜欢关心所有的和你有关。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发言，心已开始蔓延，你是否发觉？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最讨厌谎言。但直到我遇到一个人开始，他让我知道，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错的。我想，婚姻其实就是一场巨大的谎言。他说啥呢？什么情况？许艺人是不是又惹方志友生气了？他不会悔婚吧？他敢他？这个谎言告诉我们，婚姻是幸福的、永恒的，但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有时候，我们也会争吵，会有分歧，会有不理解对方的时刻。但正是这个对方，是许艺人，才让我相信所有的谎言都可以变成真的。原来的我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，但也幻想着可以遇到一个完美的结婚对象。可是我等来的人，并不完美。他
他既不懂人情世故，又傲娇又直白，所以我猜你一定是作弊了，要不然怎么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满分呢？真的是好恶心。我一生所学、所经历的、所遇到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遇到你所做的准备。徐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守护你、爱你、陪伴你。谢谢你愿意做我的妻子。我也很高兴，因为那个人是你。好的，各位来宾朋友们，准备好你们手中的气球。稍后我们在新郎亲吻新娘的时候，也请你们放飞手中的气球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3、2、1。目送欢呼如潮汐都落下，回到房间总自问自答，孤单从不上不下，却像张望笼罩下，身边越是安静，心越是喧哗。旋转木马，高楼大厦，另一面的我，有谁看见乐观背后有脆弱？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无声汹涌，镜子里的自己，那个更像窗外那颗最耀眼的太阳，谁会关心天黑它去哪？等着月亮把夜全部擦亮，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。目送欢呼如潮汐都落下，回到房间总自问自答，孤单总不声不响，却像张望笼罩下，身边越是安静，心越是喧哗。旋转木马，高楼大厦，反差着生活。有谁看见乐观背后有脆弱？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无声汹涌，镜子里的自己，那个更像我。从镁光灯回到角落，反差着生活，好多疑问丢进时光灯下落，躺在房间却像漂浮宇宙的黑洞，失眠是清醒的